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兒子再遭偷拍，娛樂至死的時代，誰來為未成年人築起隱私之牆？事件再度引爆輿論，狗子鏡頭下的想想，母親無奈發聲。近日，趙麗穎兒子想想疑似再次遭遇偷拍事件，趙麗穎工作室發文譴責相關人員，呼籲媒體與公眾不要把鏡頭對準未成年人。這一聲明迅速在網絡上引發熱議。這是今年以來趙麗穎子女相關影像第6次在網上被曝光，這個數字讓許多網友感到震驚。事實上，自2021年趙麗穎與馮紹峰離婚後，趙麗穎一直嚴格遵守共同撫養與隱私保護的原則，從未主動公開孩子的正面照片。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盡可能遮擋孩子，不希望兒子暴露於公眾視野。然而，儘管父母的保護如此謹慎，孩子依然難逃被狗子跟蹤拍攝的命運。9月19日，一段趙麗穎與兒子在上海散步的視頻被某博主發布，引發軒然大波。視頻本應呈現母子溫馨瞬間，卻因為偷拍2字變得刺眼。趙麗穎當日深夜發文，言語克制，卻滿含母親的無奈與憤怒，懇請媒體記者不要把鏡頭對準未成年人，他們的私人生活應該得到保護，謝謝。雙引號，這份發聲背後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擔憂，也是公眾人物的悲哀。6次偷拍背後是無法遏制的利益鏈條。在娛樂圈，狗子文化盛行已久，明星本人被偷拍成為常態，但隨着移動設備普及，社交媒體傳播迅速，狗子的目標逐漸轉向更稀缺的資源——明星的孩子。為什麼他們會盯上未成年人？業內人士點破實情：因為熱度最高，收益最大，成本最低。雙引號，有資深娛樂媒體人透露，明星孩子的照片、視頻在八卦圈屬於流量保證，只要內容涉及星二代，平台點擊率會顯著提高，廣告分成也非常可觀。尤其是趙麗穎這種國民度極高的女演員，其孩子的曝光能直接撬動巨大流量。一個未經授權的偷拍視頻，可能在多個平台被搬運，2次剪輯，熱度不斷發酵，甚至變成百萬播放的爆款內容。然而，孩子的安全與隱私卻在這種利益驅動下被徹底拋諸腦後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狗子為了獲取獨家，常常潛伏在小區周邊、學校門口、公園角落，這種行為已嚴重威脅到未成年人的安全。有業內人士透露，有些狗子甚至會跟蹤孩子，孩子的行為習慣、每天去哪、什麼時候放學，全會被掌握。雙引號，一旦這些信息被不法人員利用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這並非危言聳聽，過去發生的一些悲劇就是例證。血的教訓，明星子女被過度暴露帶來的真實傷害。中國演藝界並不缺少因隱私洩露而釀成悲劇的案例。張艾嘉兒子王令辰被劫持事件，多年前，著名演員張艾嘉的兒子在上學途中遭不法分子劫持，雖然最終獲救，但孩子受到了嚴重心理創傷。白小燕綁架案，歌手白冰冰之女白小燕遭綁架撕票，轟動全國。這起事件至今仍讓公眾心痛，也成為媒體倫理與公共安全反思的典型案例。這些案例並非為了製造恐慌，而是告訴我們，未成年人信息一旦洩露，就是潛在的犯罪線索。尤其是明星子女，他們的家庭背景、經濟狀況更容易成為不法分子的目標。偷拍孩子不僅僅是不道德的行為，更可能是危險的犯罪前奏。法律專家解讀：偷拍未成年人，違法成本真的低？針對趙麗穎兒子多次遭偷拍事件，記者聯繫了幾位法律界人士，
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。侵犯隱私權是板上釘釘的違法行為。民法典明確規定，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偷拍、窺視、跟蹤、騷擾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。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王教授表示，未成年人是重點保護對象，即便是公眾人物的子女，也享有完全隱私權。未經允許拍攝、傳播孩子影像，屬於侵權行為，可依法追責。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更為嚴格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71條明確，禁止任何組織、個人公開未成年人隱私。這裡的隱私包括真實姓名、肖像、住址、學校等信息。王教授指出，即便打上馬賽克，只要能根據身形、地點推斷出孩子身份，就屬於侵犯隱私。這恰好對應趙麗穎兒子多次被拍時的情況，雖然有馬賽克，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認出。追責困難，導致偷拍愈發猖獗。法律專家坦言，目前的法律雖然明確，但執行難度較大，拍攝者往往難以追蹤，內容傳播鏈條複雜，平台難以完全屏蔽，侵權成本低，處罰力度輕。八卦賬號能快速賺取巨大利益，因此法律在現實執行中顯得力不從心。心理學家，被偷拍的孩子將面臨哪些傷害？心理學專家指出，被偷拍的未成年人可能面臨以下幾類傷害：安全感缺失，孩子會產生我隨時被監視的恐懼感，導致出門焦慮，擔心陌生人靠近，長期處於高度緊繃狀態。社交障礙，被偷拍頻繁的孩子可能出現不敢與同齡人接觸，害怕成為關注焦點，避免去公共場合，心理學上稱之為社交退縮。信任危機，孩子可能會質疑，為什麼陌生人要拍我？為什麼媽媽沒辦法保護我？這些情緒會讓孩子對社會環境產生不信任感，影響人格發展。心理學博士李浩指出，孩子成長需要的是安全和隱私，而不是被迫成為公眾消費的对象。社會學視角，娛樂至死時代的微觀文化急需反思。趙麗穎兒子事件折射出一個深層社會現象：公眾對娛樂的無限消費慾望正在侵蝕隱私邊界。微觀文化的強大心理驅動力。社會學認為，微觀現象背後有3個心理機制：獵奇心理、補償心理、群體心理。當這些心理被資本利用，就形成了全民追星、全民八卦的奇觀。平台算法加劇了這種現象。社交平台為了流量，會自動推薦熱門八卦，讓批量內容在短時間內傳播。即便有人舉報，平台也難以完全阻斷。有人形容，算法是狗子文化最大的幫兇。媒體倫理缺位，從娛樂到侵犯，一步之差。媒體本應是社會責任的承擔者，而非隱私侵犯的工具，但現實卻是，部分娛樂媒體缺乏倫理底線，八卦自媒體瘋狂追逐熱度，狗子在利用公眾心理牟利，平台默認流量邏輯推動違規內容傳播。專家呼籲，媒體應當建立紅線，不報道、不傳播、不跟拍未成年人。在西方許多國家，明星子女受到高度保護，例如美國，媒體不得發布未成年名人子女照片；英國，兒童肖像未經父母許可不得公開；日本，媒體幾乎不會曝光未成年人隱私。反觀國內，仍缺乏相應的行業約束機制。網友評論：憤怒、心疼、反思與支持。此次事件在網絡上引發大量討論。不少網友表達對趙麗穎的理解與支持。部分網友直言，孩子只是孩子，不是公眾人物，不該承受這樣的關注。
雙引號。也有人指出，偷拍者太缺德了，為了錢連孩子都不放過。雙引號。還有網友呼籲立法更嚴格，應該像歐美一樣立法禁止拍攝明星子女。雙引號。一位母親在評論區寫下深情留言，引起廣泛轉發。我只是普通人，當孩子被陌生人拍照時都心驚膽戰，更何況她是趙麗穎。明星也是媽媽，她心裡的擔憂是倍增的。雙引號。也有人反思社會風氣，如果不是全民圍觀慾望太強，狗子也不會拍，媒體也不會發。雙引號。網友的聲音既是情緒宣洩，也是一種公共意見的呈現。我們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，下一代的隱私在哪裡？趙麗穎兒子事件不是個例，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。未成年人的隱私如何保護？僅靠父母躲避、遮擋遠遠不夠，需要更嚴格的法律監管，更完善的平台審核，更高的社會共識。公眾對明星隱私的消費慾是否應該被限制？當吃瓜文化成為全民娛樂，我們是否已經忽略了倫理底線？媒體與平台承擔怎樣的責任？是繼續推波助瀾，還是成為保護未成年人的防線？狗子文化是否應該被規範甚至取締？以偷拍牟利，本質上是否應該歸入違法行為？結語：保護隱私不只是保護孩子，也是保護社會的未來。趙麗穎的發聲並不激烈，卻是無數父母的心聲。她說：“媽媽也是我的人生角色之一。”雙引號。這句話樸實卻深刻。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擁有不被打擾的成長空間，每一個家庭都應該免受窺視，每一個社會都應為未成年人築起一道堅實的隱私防線。這不僅關乎趙麗穎的兒子，更關乎所有孩子。保護未成年人不能只靠明星喊話，而需要法律、媒體、平台、公共意識，整個社會共同努力。願這個時代的鏡頭能夠多一些溫柔，少一些冷冰冰的窺探。願每一個孩子都能在陽光下自由、安心地成長。